对于装修业主来说，装修一套房子最担心什么？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不是怕过时，而是怕踩坑。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10几年，服务过上百个业主，看过无数装修案例。对于装修中哪些是坑，哪些可以借鉴，都是心知肚明的。本期我就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我给自己装房子，一定坚持这8步装，不想踩坑和多花冤枉钱的，建议你耐心看完。1. 不装深色瓷砖，别轻易相信。铺深色瓷砖高级又显档次。事实上，深色瓷砖很挑户型，如果你家面积小，或是采光不好的户型，盲目跟风深色瓷砖翻车是必然的结果。如果我给自己家装修，我一定不会选择深色亮光砖，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深色瓷砖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耐脏，特别是亮光的，但凡有点水渍和灰尘都看得特别明显。第二，深色瓷砖铺完的真实效果是显暗又压抑，天气不好的时候真的是乌漆麻黑的，大白天的也得开灯。第三，深色亮光砖还存在反光问题，一开灯反射到天花板的灯光不要太刺眼。综上，如果不想家里住着压抑，建议选择中灰或浅灰。如果做无主灯，建议选择柔光或哑光面地砖，避免反光问题。2. 长虹玻璃门不装单层。这些年，金属玻璃门几乎成了卫生间门的标配。相比于传统木门，不仅防潮稳定性高，而且自带高级感，还具备一定的通透性，所以自然成为了每个家庭的首选。但我发现现实中踩坑长虹玻璃门也不在少数。首先，颜色翻车就不多说了，因为不懂没有选超白长虹玻璃，而是选了商家默认的普白，结果颜色泛绿光，又丑又显廉价。其次就是踩坑单层玻璃的坑，虽然单层玻璃的通透性好，但隐私性会大打折扣，上个卫生间外边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特别尴尬。还有自认为长虹玻璃门很高级，结果家家都一样，显得装修很没特色。因此我更建议大家选择灰欧纱玻璃门，质感上会比长虹玻璃更高级。记住，装双层带磨砂的，增加卫生间的隐私性。3. 不装悬空电视柜。这2年鼓吹做悬空电视柜的风很大，什么简约大气，好看又高级，地面卫生又好打理，纵使施工成本高，价格贵也没能阻挡大家选择它的决心。但是很多装过悬空电视柜的，入住1年后基本都后悔了。悬空柜下坠、变形、墙体离缝、乳胶漆开裂，这些实实在在的缺点尽数显现。所以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，一定不会装悬空电视柜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做落地电视柜。在实用和好看面前，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。再者说，落地式电视柜颜值也不差，没有下坠、变形的安全隐患，而且同样没有卫生死角。关键是不要做钢架结构支撑，施工难度小，成本造价也便宜。4. 不装吊轨推拉门。厨房吊轨门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版，不仅颜值高，而且地面无轨道，也省去打理卫生的烦恼。另外，出入也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会被绊倒，所以这些年更受业主欢迎，也在常理之中。但是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，我不会选择装吊轨推拉门。你可能会好奇是什么原因？其一，吊轨门密封性差，因为吊轨门是悬挂式设计，因此它的密封性并不好，炒菜时会有油烟外漏的情况，而且隔音性也不好。其二，稳定性不如地轨门，因为自身重量的原因，推拉时会出现晃动不稳的情况。其三，耐用性不行，因为它是靠顶部的轨道和滑轮来实现开关门，对零件的损耗特别大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卡顿和推拉不顺畅的情况，而且维修率也高。当然，地轨推拉门也不是完美的，但就实用和稳定性来说，都要优于吊轨门。5. 不装岩板一体盆。装过上百套房子，我发现家里装岩板一体盆的大多数不是因为需求，而是纯属跟风，就觉得它好看，颜值高，装修有档次，结果入住1年后苦不堪言。假如我给自己家装房子，卫生间洗漱柜一定不装岩板一体盆，原因也很简单。首先，卫生超级不好打理，岩板拼接的地方会有缝隙，这就导致藏污纳垢，滋生细菌是避免不了的。其次，实用性也差，台盆底部没有弧度，这就导致它下水慢，经常出现积水情况。另外，台盆浅还会出现洗漱溅水问题，关键是还有安全隐患。试想一下，岩板拼接处都是打胶水固定的，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，必然会有开胶甚至脱落的风险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陶瓷一体盆，性价比高是一方面，关键是打理省心，还不用担心有掉落的风险。6. 不装肤感膜柜门。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，不管是厨房的橱柜还是卧室的衣柜，柜门我都不会用肤感膜材质。别看它质感突出，高级感满满，摸上去也是光滑细腻的，
但它不耐脏，显指纹也是真的，就这一个致命缺点，就给我劝退了。现实中也看过太多朋友抱怨说，当初是脑子进水了才会选择敷感膜，装之前有多心动，入住后打扫卫生就有多崩溃，尤其是用在厨房这些油污重的地方，那更是灾难现场。所以不想踩坑的就老老实实做光面柜门，虽说也有不耐滑的缺陷，但贵在易清洁，而且档次也够，同样也很美。7. 衣柜不装玻璃门。除了敷感膜柜门外，还有颜值在线、高级范十足的衣柜玻璃门，我也不建议装。我承认，玻璃柜门有它不可取代的优点，比如视觉上更加通透，配合氛围灯带，看上去温馨又高级。透明的大玻璃，展示性也强，所有的衣物一目了然。但如果隶属它的缺点，也是一大堆。玻璃面材质易留水渍和指纹，不好擦。其次，衣柜东西太多就会显乱，整体颜值下降，所以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整理。另外，玻璃还有怕撞击、怕磕碰、易炸、易碎的风险。综上原因，不建议大家装玻璃门衣柜。居家过日子，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选择普通平开门，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好擦不怕碰，关键是隐私性强，内部衣物可以随意摆放。8. 不装金刚网纱窗。虽然标准的金刚网纱窗自身的优点很多，比如结实、耐用、防盗系数高等等，但如果我给自己家装房子，我坚决不选老式的金刚网纱窗，因为装过和用过的人就没几个不后悔的。主要是它自身的缺陷也太过明显，比如以下这几方面确实很难让人能接受。弊端1，防不住蚊虫。很多人吐槽家里明明装了纱窗，但一到夏天还到处是小飞虫，究其原因才发现是因为金刚网网孔太大，导致防不住小型蚊虫。弊端2，挡风又遮光。老式金刚网线径太粗，虽然结实，但也导致它密不透风。一部分业主也抱怨装了金刚网纱窗，家里暗无天日的。弊端3，太难清洁。这种老式金刚网纱窗积灰挂毛絮情况严重，太难清理了，即便是用专业的毛刷也很难打理彻底。所以说，除非你家是1楼，为了防盗防老鼠入侵，否则真心不建议装金刚网纱窗。反观高透网纱窗，不仅透光透风又透气，而且孔眼细，不钻小飞虫。虽然不如金刚网硬，但一般抵御也是没问题的。装修是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为啥同样的东西你买的比我贵，质量还没我的好呢？那是因为你不会网购，有些东西只要换个名字搜索，省出买家电的钱，准定没毛病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信息差，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收藏，早晚会用得上。1. 买4件套。你要搜南通4件套，床上用品4件套，你去实体店买少说也得大几百。南通家纺4件套，那里是源头工厂，他们有特别成熟的4件套产业链，不仅款式多，而且做工精良，样式新颖，关键是价格简直太卷了，一件4件套的价格都抵不过一件 T 恤的钱，这么高的性价比，真的不要太划算。2. 买沙发。你要搜佛山、东莞沙发，买沙发想省钱就要找到根源，这2个地方是国内沙发最大的生产地，所以最大的优势是款式多，价格还便宜。比如3人位的奶油风沙发，价格才900多。想要又便宜又舒适的，就搜云朵沙发，堪称懒人福音，3人位的才600多。户型小的想买沙发床，就搜折叠沙发床，拉开能睡2个人，下面还带储物柜，实用又百搭。如果想要又便宜又好看的豆腐块沙发，可以搜高密度海绵垫，10公分厚的才80多，5公分厚的才40多，再去买个沙发垫，一套下来300-400就搞定了。3. 买灯具。你要搜广东中山某品牌灯具，买装饰灯具，是不是都告诉你搜广东中山灯具？没错，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灯具批发城，很多线下实体店也是在这里拿货，灯具确实很便宜。但是现在很多杂牌灯具品牌也把标题换成了中山灯具，你买到家到货一看，好家伙，产地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，这不纯纯的当了冤大头吗？所以想要不翻车，咱就在灯具的主流品牌里选，比如欧普、雷士、飞利浦、松下、佛山照明、三雄极光。记住，想省钱，你买最普通的吸顶灯，灯具款式越简单，价格就越低。4. 买窗帘。你要搜柯桥窗帘，记住，网购窗帘发货地一定要认准绍兴柯桥，这地方是窗帘的源头工厂，产品不仅质量好，而且全是批发价。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网购窗帘的色差问题，我随机问了几个商家，都是可以免费邮寄布料小样的。还想再省钱的，可以直接搜民宿窗帘或出租屋窗帘，2米乘2米的尺寸才40-50块。觉得安装麻烦的，
可以买免打孔伸缩杆的，安装简单且牢固。5. 买实木餐桌，你要搜松木桌板或实木板。如果你直接搜实木餐桌，少说也得3、4千块一张，但同样是1米2乘60的尺寸，5公分厚度的松木桌板才3、400一张，尺寸、颜色、款式都可以自由选择。4个实木桌腿才180块，这一套下来500以内搞定了，是不是比你直接买实体餐桌划算太多了？不喜欢实木桌腿的，你就搜铁艺桌脚，也是这个价格。当然了，想要上点档次的，可以把松木换成白蜡木、樱桃木、胡桃木，把桌脚换成亚克力的。现在流行的悬空款实木餐桌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6. 买茶几，你要搜你想要的款式或材质。首先，客厅户型不大，千万不要买那种方形大茶几，又占地方又笨重，直接 pass 掉。家里做奶油风的，你就搜马提尼茶几，造型圆润，占地小，一大一小才3、400，还是碳钢材质，不用担心甲醛，摆在客厅中间，时尚又百搭。喜欢现代风的，你就搜岩板茶几，下面带储物柜的，一套下来才2、300块。喜欢方形茶几的，要搜简约茶几，那种大理石纹理的，便宜的180块就能买到，还想再便宜的也有，你就搜民宿风茶几或日式小茶几，上下2层的才40、50块，还能当小餐桌用。7. 买床，你要搜民宿床和布艺床。买床，你要直接搜双人床，动不动就4、5千，特别是在平台首页的，那都是商家的必争之地，投的广告费比你1年的工资还高。如果你去搜民宿床和布艺床，这么说吧，床头带软包，再加床垫加床头柜，给你免费送货到家，才7、800块。这价格真的是实体店进货价，还要再打个对折。不想要软包床头的，还可以搜实体床，经济型床3、400的价格，经济又实用。如果再想便宜，还可以搜铁艺床，实木排骨架2、300也可以搞定。8. 买木地板，你要搜南浔地板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湖州南浔这个地方是制造实木地板产业链，国内比较知名的木地板品牌，比如九盛、天格、世友的工厂也是在这里。尤其是纯实木地板，市场上流通70%的产品都是来自南浔的，所以也被称为国内的木地板之都。不管是纯实木地板，还是实木复合地板，或是实木踢脚线，认准南浔就对了。不仅木材种类选择多，而且产品质量优良，关键是比你去实体店买，价格至少省1半。所以说，不是东西贵，是你没找到。除了上述这些装修必备主材，还有一些软装、辅材、小家电，只要加上搜索关键词，它只需要1/3的价格。比如天津地毯、大芬村油画、顺德小家电、潮州餐具，有需求的抓紧入手，不然商家就涨价了。